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0月12号抵达上海，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据外交部此前公布的消息，博雷利访问期间还将举行第12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盟近期宣布对华启动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之后，英国《金融时报》又爆料称，欧盟还计划在未来1个月之内，在钢铁和风电领域对中国企业启动类似的调查。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博雷利此访将重点谈些什么，也让外界更加关注。博雷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刚抵达中国，并在访华期间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共同主持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博雷利形容这是重要的访华之行，期间将与政府机构、学者和企业代表讨论欧中关系、主要地区和全球挑战。据外媒披露，博雷利将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会见商界人士和中国学者，随后将在13号飞往北京，与中方官员举行会谈，并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外界认为，博雷利此访有2项重要任务：一是举行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二是为欧盟领导人访华做准备。双方将共同筹备今年的中欧领导人会晤。选择上海的话呢，我想主要因为考虑到很多欧洲企业的这个总部啊都在上海有这个商业活动，所以选择上海呢，也就表明他此行最关心、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处理双边的经贸关系。战略对话来讲呢，主要是在一些比如说国际热点问题啊、双边问题啊、经贸关系方面呢，能够进行讨论，达成一些共识进行一些相关的交流，对中欧关系来说，应该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信号。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对博雷利此访表示欢迎，称这有利于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将为下阶段中欧高层交往做好准备，为双方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新动力。事实上，欧盟国家方面早就掀起了中国热。自去年11月德国总理舒尔茨率经贸天团访华以来，欧洲主要大国以及欧盟负责经济、外交的主要领导人都已纷纷实现了访华。国务院总理李强则在今年6月成功回访欧洲，中德、中法也在不久前举行了财经对话，可谓互动频密。博雷利在出发前接受香港南华早报专访时表示，自己此次访华的首要目标是敦促中国认真对待欧洲，不应再从与美国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与欧洲的关系。欧盟希望与中方尽可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专访中，博雷利还指出，欧洲想成为一个玩家，而非一个球场。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认为，博雷利此番表态正体现出欧盟关于战略自主的迫切需求与强烈呼声。他想向中国表明就是欧洲和美国是很不一样的，美国方面有很多利益上的差异，希望中国能够在处理对欧政策方面不要将它跟中美关系进行捆绑，所以其实也是表达了这个欧盟或者欧洲国家也希望能够在跟对华发展关系的时候有一个独立自主的空间，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用这种对美政策不一样的这种政策立场来处理对欧关系，追求一个更加平和的、更加稳定的一种发展的中欧关系的一个愿望。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与中国的关系定义为去风险化。对此，博雷利在专访中补充指，欧洲对于快速增长的对华贸易不平衡感到担忧，如果相关障碍不被解除，欧洲企业将脱离中国。博雷利说，希望与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进行竞争，不过他强调，竞争必须在所谓公平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尽管博雷利在专访中仍透露出保护主义的偏见，但是中欧的经济合作依然持续热络。2022年，中国与欧盟贸易额达847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1%。这意味着中欧平均每分钟贸易往来超过160万美元。截至今年9月底，中欧班列已经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7个城市，累计开行超过7.8万列，运送货物超过740万标箱。
其实这反映了中欧关系是利益是相互高度依赖的。因为尽管在欧洲对华有很多的偏见，也很多的立场上的这种不友好的这种政策行为，但是呢，他依然希望能够加强跟中国在经贸其他一些领域的一些合作关系，也就表明其实中欧之间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相互的依赖程度是很深的，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去所谓的脱钩包括在去风险的这个问题上，他们其实也是有限度的。然而，欧盟的相关政策却成了车企在华发展的最大掣肘。据德国商报10号报道，宝马、梅赛德斯奔驰和大众集团上周收到欧盟委员会发来的电子邮件，以调查汽车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程度。报道称，收集问卷只是反补贴调查听证会的前奏曲。此外，欧盟和美国正在针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上形成共同战线。继10月4号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后，英国《金融时报》又爆料称，欧盟计划将在本月与美国举行的峰会中宣布对中国的钢铁制造商启动反补贴调查。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长期对进口钢铁产品采取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包括实施数年且广受诟病的全球钢铁保障措施，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钢铁产品采取的60余项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上述做法扰乱国际贸易秩序，推高下游生产成本，影响消费者利益，无益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无益于本土产业长远发展和市场健康运行。中方一贯主张合理审慎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决反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径。我们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行动。再过几天，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将在北京举行。目前已有来自13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与会。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之际的一次盛大聚会，也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深圳卫视共赢“一带一路”全媒体行动推出“共赢“一带一路”高端访谈，解析这10年中“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扩越大的原因。今天与我们对话的是中国驻加拿大使卢坤、加纳大酋长多戈贝阿菲德14世以及加纳能源部副部长威廉奥乌拉库艾杜。卢坤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非合作正逐渐从输血型援助向造血型合作转变，推动非洲国家提高内生发展动能，为非洲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能源是经济发展的血液。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非洲仍有约6亿人用不上电。位于非洲西部的加纳，虽然地理区位重要，是非洲自贸区的总部所在地，而且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也一度受限于电力的短缺。加纳是西共体，就是我们叫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主要成员，它也是这个西非地区的经济贸易货物集散地，它可以覆盖大概西非地区大概3亿人口的这么一个范围。2005年，加纳沃尔特大区的议会议长把目光投向中国，他认为中国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找到一家中国电力企业参与加纳的电力设施建设，这也是他当年到访中国最重要的目标。Had power for some time, and then we're out of power for longer. Affected households, residences, affected offices, affected industrial establishments. It affected, the growth of our country, affected employment. So in 2005, after I became a chief, I decided to go to China because I thought China had a lot to offer our country in terms of experience, knowledge,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etc. And of course, I also thought that our countries had a lot to offer China.
深圳能源集团承诺要在1年之内建成一座发电厂，这在加纳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方案和深圳速度让多个被阿菲德14世感到惊讶。So Chamanga was very convinced and promised he will build a 200 megawatt power plant within 1 year. Nobody believed it. 而在2008年4月，深能安索固电力发电厂举行了剪彩仪式，加纳总统和副总统都在场见证了中国企业创造的奇迹。多戈贝阿菲德14世说，在加纳的国家危机中，中国企业提供了伟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说，深圳能源集团负责人看到加纳遇到的问题，把一个现有的工厂拆卸运抵加纳，最终在14个月内建成了这座发电厂。So the power has grown phenomenally from 200 megawatts that was completed in 2009. We now have 560 megawatts. So not only are we the first 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 in Ghana, we are the largest, the most efficient, the most reliable, and the best known.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大背景下，发展绿色能源也是非洲国家的需求之一。多戈贝阿菲德14世说，深圳企业将以天然气为主要动能的发电厂带到了加纳，中国企业是先驱者。Gas is one of the clean source of energy, so it's sustainable energy. You know, our company called Sunon Asokli Power has made phenomenal contribution. You see, because before then, apart from the hydro plants that we had, a lot of, Ghana depends on diesel-fired generators. Of course, now the byword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is to reduce our carbon emission. So like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Ghana is also looking at transitioning from fossil fuel energy to renewables. And in fact, our friends at the Sunon Asokli, they have put in a bid to increase their renewable generation in Ghana. 而深能安索固电力的成功，也让加纳希望将其成功经验扩展到更广泛的非洲国家，如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喀麦隆等，期望在给当地社会能源供给带来变革的同时，寻找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机遇。而中国企业坚持授人以渔，培养出了加纳当地的产业工人群体。这个深圳电厂呢，还培养了大量的这个当地的技术人员。这方面，我们对它的培养，也是对它国家的发展，也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深圳电厂呢，还造福于当地的社会，回馈社会，给当地捐资、修路啊，这个扶贫啊，这个对当地社会带来非常好的口碑，也得到了这个加纳政府的大力赞赏。Oh no, through the investment of companies like Sunon Asokli and other Chinese companies that have been involved in rural electrification, the building of the hydropower generation station. Of course, there has been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ransfer of knowledge, which has now been imbibed in our people, and they are using it to help us in our development. 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进入第6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表态要歼灭所有哈马斯武装分子。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同一日在耶路撒冷总统官邸发表的讲话中表示，以色列正在准备对哈马斯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称这是一场漫长而持久的战役。与此同时，在经过了数天的空中打击之后，以色列方面已经集结36万大军，随时对加沙展开全面进攻。据悉，目前冲突已造成超1万人死伤，包括很多外国在役公民，其中3名中国公民在冲突中不幸遇难，2人失联。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2号就以巴局势同以色列外交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副总司长哈帕兹通电话。翟俊表示，中方对以巴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深表关切，对冲突造成平民伤亡感到痛心，对受害者家属表示慰问。中方谴责伤害无辜平民的行为，呼吁尽快停火止暴，以2国方案为基础恢复和谈，增强双方人民实现和平的信心。Sparring missiles in the skies over southern Israel.
Hamas rockets being taken out by Israeli ones. A typical morning in the town of Sderot, 2 miles from Gaza. This fell out of the sky, a bit of shrapnel, which is probably a bit of one of the rockets that's left after the interception by the Iron Dome. 巴以冲突持续，有记者在采访中遇到导弹来袭。They're scared. They don't go out from the house. Come. 10月11号，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在以色列奥法基民访问期间，同样呼吁空袭警报，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即将袭来。克莱弗利及随行人员紧急跑进附近一座建筑物进行躲避。以色列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当时拍摄的视频。Whilst this was an unusual, in fact, the first time I've had to experience that directly. For the Israelis living in that part of the country, this is not only sometimes a daily. 11号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寻求更多援助。这是两人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第4次通话。A clear picture of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we face. We were struck Saturday by an attack whose savagery I can say we have not seen since the Holocaust. I mean, we had hundreds massacred, families wiped out in their beds and their homes. And since we last spoke, the extent of this evil, it's only gotten worse. 对于以方的指责，哈马斯在社交平台予以否认，并强烈驳斥称，有关消息完全是西方媒体宣传的虚假报道。此外，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公布视频称，其武装人员向多个敌对目标发射无人机。目前的这个巴以冲突呢，还正在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可能还这个结果以及持续的这个时间长短呢，都需要取决于以色列的这种轰炸，以及他派遣一定地面部队进入加沙进行清剿行动的一个过程。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继续打击哈马斯，这是自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表明要歼灭哈马斯武装分子。בכל העוצמה, בכל החזיתות, עברנו להתקפה. כל איש חמאס הוא בן מוות. 记者会上，内塔尼亚胡还宣称，执政联盟已经同意与反对党组建紧急联合政府。不过，对于以色列政党死敌能否在危难之际真正团结一致，当地民众并不看好。Why does it take so much time to unite? I don't believe anything from this government anymore. Like 内塔尼亚政府这种战争动员以后呢，事实上原来一个时期，这个以色列国内围绕着这个司法改革进行反对内塔尼亚胡的一些示威一些游行呢都停止呢，这已经显示以色列目前已经完全进入了一种战争的一种状况。本轮巴以冲突升级后，巴勒斯坦驻英国大使胡萨姆·佐姆洛特多次在电视节目中露面，为巴勒斯坦主张发声。Do you support what Hamas launched on Saturday morning? Well, this is not the right question, Louis. Really, the right question. It's an important question. No, it is not an important question because whether you support their action or not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You know why I refus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Because it's the Palestinians that are always expected to condemn themselves. I mean, come on, this is a political conflict. We have been denied our rights for a long time. So this is the wrong starting point. The right starting point is to focus on the root causes, is to try and get out of this extreme dark tunnel, as opposed to this business by BBC and the mainstream media for 75 years. You bring us here whenever there are Israelis who are killed. Did you bring me here when many Palestinians in the West Bank, more than 200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Do you invite me when there is such Israeli provocations in Jerusalem and elsewhere? 目前已确认有3名中国公民在冲突中不幸遇难，2人失联，数人受伤。我们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在12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汪文斌介绍了相关情况，表示中国有关驻外外交机构正全力协调救治伤员，做好遇难者善后工作，敦促外方全力搜救失联人员，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保障中方人员和机构安全。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外长级特别会议，讨论巴以局势，并通过决议呼吁冲突双方保持克制，立即停火，重振和平进程。
对此，汪文斌强调，当务之急是立即停火，保护平民。中方高度关注巴以冲突持续升级，敦促有关各方立即停火止战。中方正同有关各方保持沟通，为中东和平稳定不懈努力。巴以冲突反复上演，根本原因是中东和平进程偏离正确轨道，两国方案基础不断受到侵蚀，联合国相关决议没有得到切实执行。中方愿同阿盟等各方保持沟通协调，积极劝和促谈，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重回正轨不懈努力。巴以冲突进入第6天，英国外交大臣及美国国务卿相继抵达以色列，表达坚定支持。美国总统拜登也在最新讲话中指名道姓地警告伊朗不要卷入冲突。但美国不断向东地中海集结的兵力会否刺激多方加入战局？美军的地面部队又会否真的投入战斗？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又造成怎样的后果？来看看报道。据叙利亚媒体沙姆电台报道，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机场与阿勒颇机场，损坏机场跑道，导致这2个机场瘫痪，目前已关闭。It seems like the conflict is spilling over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as well. We're now learning of airstrikes that have been reported from near the Damascus airport in Syria.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袭击叙利亚的目的可能是阻止武装分子和武器从伊朗转移到伊拉克。此前，叙利亚军队向以军阵地发射了多枚炮弹。叙高层表示，绝不允许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胡作非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10月12号抵达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会见了布林肯。美联社消息报道称，布林肯此行除表达美国对以色列的声援和支持外，也寻求平息冲突，设法令被哈马斯绑架的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人质获释，并在以色列可能发动地面攻势前，确保无辜平民从人口密集的加沙地带安全撤走。启程前，布林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机场向媒体简述了此行的重点，其将确保以色列获得其所需的物资及撤离平民等问题。同时，他重申了美国总统拜登强调的震慑有关国家不要介入或升级局势。巴勒斯坦方面则表示，总统阿巴斯将于10月13号与布林肯会面。连日来，拜登不断就巴以冲突发表讲话。拜登表示，他多次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将增加对以军援，并直接喊话伊朗小心点。We're surging additional military assistance to the Israeli Defense Force, including ammunition, interceptors to replenish the Iron Dome, and we've moved the U.S. carrier fleet to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we're sending more fighter jets there in that region, and made it clear to the Iranians, be careful. 外界有消息指，是伊朗在背后帮助策划及参与袭击，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否认。深圳卫视注意到，上个月刚上任的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在9号首次与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赫奇·哈莱维进行通话时，讨论了关于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态势，以建立地区威慑的话题。当时，布朗对媒体表示，希望伊朗不要卷入其中。此外，美国财长耶伦也于11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对哈马斯采取更多制裁措施。如果德黑兰与袭击有关，那么一切都在考虑范围内。有观察指，此次突发的巴以冲突令美国猝不及防，而对伊朗的态度也令美国进退两难。一方面，美国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威慑包括伊朗、黎巴嫩、叙利亚等在内的地区国家，防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兄弟们入局，扩大战事。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好跟伊朗直接打明牌，不愿升高与伊朗的对峙。近来，美国对伊朗释放了缓和关系的信号。9月下旬，美伊还交换在押人员，美国也允许外国银行将60亿美元的伊朗石油资金转至伊方账户。特别是随着美国大选即将到来，寻求连任的拜登更是急于缓和与伊朗关系。其实透露出了美国政府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担心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可能外溢升级，甚至于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大乱，或者像有些媒体所说的第6次中东战争。要这样的话，中东不但要大乱，甚至于整个世界的局势
要受到影响。华盛顿表示支持之际，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承诺将通过地面进攻升级针对哈马斯的战争。以色列军方建议巴勒斯坦人趁还可以的时候尽快离开加沙地带前往埃及。外界分析，这意味着以方将在加沙地带展开大规模的地面攻击。目前，以色列在短时间内已动员36万预备役人员。We've been striking Gaza for a couple of days already, very hard. Every place where we know there are Hamas activists or Hamas leaders, we attack. The IDF is working well. It is doing things accurately and strongly. 但外界均指出，一旦以军进入加沙，基本上就是惨烈的巷战，预计双方将付出沉重的代价。A ground operation could get complicated. Gaza is very densely populated. It puts civilians in the middle of urban warfare, where Hamas can utilize narrow city streets and a complex network of tunnels that can be used to move fighters, store weapons, and launch a series of attacks. 熟悉城市战的美国退役陆军少校约翰·斯宾塞在接受采访时分析，哈马斯的抵抗会很激烈，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想打赢地面战极其困难。There's a city underneath Hamas or underneath Gaza, the Hamas tunnels, that will significantly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push into the IDF, along with the rockets, as they have, unknown numbers of rockets, anti-tank guided munitions. It's going to be combat in hell. 特约评论员石红也指出，虽然以色列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地面也有非常强的装甲力量，但进入城市战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哈马斯装备大量反坦克火箭筒、反坦克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地雷以及爆炸物等，依靠有利的态势也会让以色列打得非常艰难。有媒体引述美国军方官员消息称，美军特种部队已处于戒备状态，可能参与人质营救行动。但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暂无迹象显示美军将援助以色列的任何地面行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执行所长廖百志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美国直接下场参战不符合其战略利益，美国的战略关注重点仍然是俄乌冲突和西太局势。美国加入地面战争的可能性，我可以说是为零，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美国所说的特种部队做好了这个准备，其实是一个高度限定的一个作战任务。它就是为了出于人道目的，去为了营救人质，但是仅仅摆出了一个姿态而已，不可能扩大作战任务、转换作战任务去直接参与战争。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还有1973年第4次中东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当时都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但即使在那个时候，美国也没有真的赤膊上阵，只是起到一个拉偏架的一个作用。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巴以冲突爆发已近1周，死伤数字过万。以色列国防军宣称已在南部屯兵30万。那么，以军会对加沙地带发动地面战吗？好的，主持人。那么特别提醒大家关注这样一个事态：就在昨天，沙特王储萨勒曼和伊朗总统莱辛就以巴冲突事态通话。那么萨勒曼就称说，沙特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来避免战争的升级。那这次通话之所以非同寻常，因为这是沙伊两国领导人在两国历史性的复交以来的这个第一次通话，这是破天荒的。当然了，如果没有此前中国的大力斡旋与穿梭外交，两国在北京实现历史意义重大的历史大和解，那么伊朗和沙特的这个高层通话完全不可想象。那么放到以色列和哈马斯现在大打出手，完全杀红了眼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么这番通话它的战略意涵与价值，以及所带来的启示，尤其值得冲突各方乃至是外部世界重视并且省思。那么以巴新一轮的冲突爆发，至今不到1周时间，那么已经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与人道灾难。所以沙特王储在通话中就声称要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战争的升级。但是呢，现在来看，以巴冲突进一步失控升级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一个及时观察的窗口就是以军对加沙的地面战已经是箭在弦上。那么从军事准备来看，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完成30万预备役的紧急征召，
并且呢已经在南部部署就位。以色列国防军的发言人昨天在接受 CNN 采访时就强硬表态，要把哈马斯所有的军事能力扫荡殆尽。以色列情报部长加姆利尔他呢也向法新社扬言，有必要将哈马斯来连根拔起。那么从决策动员来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就宣布，在对哈马斯战争期间，同反对党民族团结党的领袖前防长甘茨组成所谓的紧急状态政府。内塔尼亚胡、甘茨以及现任的防长加伦特共组战争管理内阁。那么这意味着战争期间不会推动与战争行为无关的法案或者是政府决定，战争内阁的紧急决策权可以说全面扩大。所以呢，现在最沉重的一个悬念就是以军对加沙的地面战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到底何时打响以方宣称的所谓 next stage of war， 也就是下一阶段的战争。哈马斯已发出威胁，如果以军无预警袭击加沙目标，将处决掳回的以方人质。以军打地面战，难道不忌惮引发大规模人质危机吗？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周二就承认，哈马斯武装可能从以色列掳走了150多名人质，而且现在种种迹象显示，这些人质中呢，很可能也有来自以色列以外国家的公民。比如呢，白宫就宣称，目前已知至少有17名美国公民在以色列失踪，那这其中不排除有美方的人质。美国正在和以方就人质问题密切合作。那么，联邦调查局以及五角大楼的人质解救专家已经在了现场，专门向以方的特种部队提供支持。甚至有美国媒体就爆料说，部署在以色列的这个临近某个欧洲国家的美军特种部队也已经进入到了戒备状态，随时待命出击营救人质。今天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到了以色列，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如果以军打地面战还有顾忌的话，那么最大的一个变量一定是人质问题。以色列曾经在2011年创下一个所谓的经典案例，当时呢也是内塔尼亚胡就任以色列总理，那么以方当时曾经以1027名巴方的囚禁者，其中还包括280名被判终身监禁的囚徒，换回被哈马斯掳往加沙的一名叫吉拉德·沙利特的以军士兵。那么1027-1的这个记录，以及它背后的所谓的权衡逻辑，一直是以方叙事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呢，如果哈马斯威胁处决人质的这个警告成真的话，甚至将相关的视频发布上网，那么这对以色列战争内阁乃至以色列国民的心理冲击是不言而喻的。至于说到解救人质，哪怕是动用最尖锐的特种兵来出击，放到加沙地带这种人口密集、地形复杂的战争环境之下，安全专家呢普遍就预期是难如登天。以方如要强力解决绑架人质问题，面对哪些不可测因素呢？首先，加沙地带地下隧道纵横交错、密集成网。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也承认说，哈马斯很可能已经将这些个人质转至地下，那么他们的行踪确认就是一个头号难题。其次，即使发现了这些人质的行踪，那么在战争环境下强行解救，成功系数很低很低，风险极大，弄不好可能就会危及人质的生命，甚至会造成外溢性的平民伤亡。美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第6行动队，它的战力不可谓不突出。当年呢，深夜出击巴基斯坦的拉哈尔近郊，击毙恐怖大亨拉登，一战成名。但是呢，在2016年营救被塔利班武装绑架的英国社工洛格罗夫时呢，就忙中出错，误掷榴弹，竟然呢将这位营救的目标女社工炸死。美国安全专家伯根最新就在 CNN 网站上撰文称，说他曾经进行过一项时间跨度15年的专门调查，追踪梳理42宗针对遭恐怖绑架西方人质的营救行动。那么人质致死率呢是高达20%。放到高危战争区加沙，那么人质营救的风险系数还将会急剧放大。也因此，伯根就呼吁，最现实也是风险最小的途径是谈判释放，是所谓的 a negotiated release。伯根就认为，卡塔尔因为过去几年对加沙地带高达10亿美元的人道援助，那么现在呢对哈马斯保有最大的杠杆影响力。但是呢，在我看来，谈判从来都是双向行动。那么现阶段能够对以色列行动选项保有最大影响力乃至约束力的，
毫无疑问是美国，哪怕是为了本国遭绑架同胞的安全，布林肯都有责任，更加有义务，今天在见内塔尼亚胡时，向对方直接来施压。底线在于，即便能够争取到哈马斯先期释放人质中的老弱幼，都可能会为缓解人质危机乃至避免战争升级创造空间与可能。那么当此危机一触即发之际，国际社会都应该共同加大斡旋的努力。同时呢，特别要指出，人质危机确实只是以巴危机的一小部分，150多名人质的命是命，加沙地带200多万被困守平民，他们的命也是命。那位被掳走时高喊不要杀我，有一半华人血统的女大学生诺亚，今天呢迎来了26岁的生日。她的父亲雅克夫在接受美国 CBS 电视台采访时就声称说，希望以色列政府只通过和平手段把女儿带回来，我们需要谨慎行事。巴勒斯坦人一样有正在哭泣的母亲。今天，以色列能源与基建部长凯茨就发推声称说 ，No one will preach us moral on Gaza Strip。那么，在加沙地带，没人可以基于人道理由来给以色列上道德课。这是他对欧盟外交专员博雷利指责以方对加沙地带断水、断电、断粮违反国际法的回呛反击。但是呢，这位部长，包括他的上司内塔尼亚胡，都应该聆听这位犹太父亲的泣血心声。战争机器在制造哭泣的犹太父母，实际上也在更大规模的在制造哭泣的巴勒斯坦父母。美 P8A 反潜巡逻机10月12号过航台湾海峡，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表谈话称，组织战机对美机过航行动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而在岛内的玉山论坛上，多名海外过气政客，包括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克拉夫特、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等，企图为台湾当局刷存在感，鼓吹协防台湾等言论。实际上，国台办近期就曾提醒台当局，甘当棋子，必成弃子，这是定论。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美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10月12号，美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机对美机过航行动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P8A 反潜巡逻机上一次出现在台湾海峡是在7月13号，当时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通报，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机对美机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外媒还关注到 P8A 过航台湾海峡与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举行军事行动的巧合。此前，美国海军也在今年2月和4月派出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实际上在台湾捣乱的还不止美国军机。美驻联合国前大使克拉福特10月11号在岛内玉山论坛上妄称，美国应以战略清晰取代长期战略模糊，并向北京明确表示，美国将会防卫台湾。事实上，所谓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本质是美方模糊一个中国原则，甚至彻底否认一中政策。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马耳他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多轮会晤时，就曾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必须恪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他所具有的，也就是所谓的一个民间身份，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言论并不完全代表美国政府政界的现在的一个立场。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在地缘政治中维持自身的这样一种国家的安全以及自身的政策的一个灵活性，也就是说由美国来去选择战争，而不是被比如台独势力去拖入战争。那么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对外政策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点。那么这个反映在对台政策上，就是所谓的一个战略模糊。那么另外一方面，所谓的一个战略清晰，那么它实际上触及到的是中国在台海的这样一个主权安全的一个红线的问题。克拉夫特在2021年1月曾企图窜访台湾，当时美国国务院以确保政权顺利交接为由，取消官员所有出访。克拉夫特改以视频形式和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对话，但是在玉山论坛上，克拉夫特却妄称是大陆方面的阻扰。
克拉夫特自2019年9月12号起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她的丈夫乔·克拉夫特是煤业大亨，夫妇俩是共和党的金主。在2017年捐出100万美元作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庆典资金。可以说，克拉夫特能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这个职位，背后有明显的政治酬庸色彩。2021年1月21号，中国外交部宣布制裁特朗普政府蓬佩奥等28名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的人员，禁止相关人员与家属入境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限制其关系企业与机构与中国生意往来。克拉夫特也在名单上。在过气政客聚集的玉山论坛上大放厥词的，还有澳大利亚前总理、现任众议员莫里森。他在论坛晚宴演说时叫嚣，台湾应当矿坑内的金丝雀，而威慑能力不应只限于军事部分。目前中澳关系逐步改善，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表示，不管是澳国会议员，亦或是前总理，均属于政治人物，窜访台湾具有明显政治意义，是公然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息，希望澳方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落实对一个中国政策的严肃承诺。中澳自建交以来一直维持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治和经贸的一个伙伴的关系，但是就是在莫里森此前上台执政的2019年之后，那么中澳关系可以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甚至是急转直下的一个局面。那么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莫里森在包括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中国的一些核心的敏感问题之上，不断的对中方进行挑衅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莫里森下台了，那么澳大利亚本国国内的这些保守力量，那么仍然是希望能够去干扰和破坏当前的中澳关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也在玉山论坛上声称，台海和平对国际社会安全来说不可或缺，而这已经是蔡英文连续第2天空谈和平。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彬华11号指出，民进党当局一边空谈和平互动对话，一边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这种两面手法骗不了世人，搞和平分裂更是痴心妄想。对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岛内民众自有公论。2016年上台以来，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顽固遂行台独分裂，以外谋独，肆意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严重损害广大台湾同胞切身利益，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危险境地。蔡英文将于明年5月20号卸任，赖清德是民进党2024参选人。有分析认为，赖清德宣布参选以来，一再强调延续蔡英文的两岸路线。蔡英文任内最后一次演说强调维持现状，蔡英文似乎在替赖清德划红线，避免赖清德碰触台独红线，造成美方困扰。赖清德表态认同蔡英文的两岸说法，也是在间接说给美国听，但各方是否会信任这位台独工作者，目前还不得而知。这个美国对于蔡英文这样一种所谓的维持现状的这样一个路线和这样一种渐进式台独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操作，那么这种手法美方是看起来是比较满意的。对于赖清德这样一种走极独路线的，像陈水扁这样的一个冒进的这样一种台独的顽固分子，那么美方对他是很不放心的。岛内外对于赖清德有如此多的这样一种政治的一个动作，除了我们看到民进党党内自己的这种所谓蔡赖的一个路线之争、权力之争以外，那么也是充分体现出了各界对于赖清德的这样一种台独背景的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疑虑。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蔡英文当局举办主题为为亚洲发展开启新蓝图的玉山论坛，您是如何看？其实这个论坛是蔡英文上台之后的2017年打造的，至今已经举办了7次。其目的一是要通过这个论坛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让台湾问题从两岸问题变成国际问题，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支持；二是要通过这个论坛促进台湾在政治和军事上融入美国的印太战略，在经济上促进台湾加入由日本所主导的 CPTPP。 但是由于台湾自身面临着天生缺陷，也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此邀请不到跟中国大陆建交的那些国家的军政界在任政治人物与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玉山论坛实际上就在一定程度上变了质走了样，变成了一场政治酬庸与外事公关大会，也就是只能一时邀请那些已经不在其位，但是在任时曾经支持和帮助过台湾的政治人物，以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二是邀请台湾那些所谓的友邦的政治人物与会，以联络感情，巩固关系。出席玉山论坛的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克拉夫特表示，美国应以战略清晰取代长期的战略模糊，并向北京明确表示，如果进攻台湾，美国将会防卫台湾。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其实，在1、2年前，美国在军事协防台湾问题上，究竟是应该奉行清晰战略还是模糊战略？也就是究竟要不要公开明确宣示将会协防台湾，曾经在美国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种争议最近逐渐平息下来了。除了像克拉夫特这样在台湾问题上的激进派仍然保持这种看法之外，其余人已经很少再提及这件事情了。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拜登政府在军事协防台湾上的思路和行动已经逐渐明朗起来了，也就是不再纠结于究竟是要模糊还是要清晰，而是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战略，即在口头上继续保持模糊战略，但在具体行动上则奉行清晰战略。或者说得更加清楚一点，就是拜登政府采取了只做不说的策略，或者说是说一套做一套的策略。其典型表现就是，虽然嘴巴上很少声称会军事协防台湾，但在行动上却一直在朝着军事协防台湾的方向在努力，包括在日本部署战斧式巡航导弹，将驻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从原先的5个增加到了11个，也包括要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以及将澳大利亚打造成为中远程导弹生产和打击基地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口头上表不表态军事协防台湾，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因为他已经拿着刀枪，以及动员盟友拿着刀枪站在了中国的家门口。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也在玉山论坛上公开曲解一个中国的内涵，那对此你又是如何解读？莫里森的这番言论意味着有关台湾地位未定论又有了一个新的说法。此前蔡英文当局以及日本右翼政府是在从历史层面认证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即2战期间发布的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只明确了日本放弃对台湾的占领，但并没有明确将台湾归还给中国，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现在莫里森口中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这变成了澳大利亚在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只是认识到了中方有关台湾属于中国的主张，但并没有正式承认这一主张。而且这一说法并不是个别现象，近年来美国一些国会议员抱持的也是这样一种说法，并且在采取行动，准备将其变成美国的台湾政策。除此之外，莫里森在玉山论坛上还表示，西方国家承认一中政策的前提是中国大陆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很显然，莫里森在表述完澳大利亚并没有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后，又为西方国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开出了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大陆先要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我认为莫里森的这个说法说明他对台海问题并不真正了解。当前台海所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岛内有人想要搞台独，并得到了某些境外势力的支持。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没有台独，台海就会有和平。莫里森完全搞错了其中的因果。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10号通过党内投票，推选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为该党的众议长候选人。稍早前，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为众议长候选人。
由于民主党的议席不过半，杰弗里斯需要多名共和党议员倒戈才可能得到足够的选票，因此当选机会微乎其微。继上届议长历经15轮投票才选出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选举会不会再次陷入混乱的尴尬境地？美国的政治内斗给政府的治理能力又会带来什么影响？斯卡利斯现在是共和党领导层的2号人物，他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角逐众议长候选人，仅以14票之差击败对手。观察指，这体现了众议院共和党内部的严重分裂。上月底，美国国会通过临时法案，确保美国政府在11月17号之前不会关门。不过，这也将共和党内部的激烈斗争推向高潮。前任众议长麦卡锡于本月3号被罢免，众议院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从斯卡利斯这一次艰难单选的角度来讲啊，确实它体现出共和党内现在出现巨大的分裂。这个分裂就是传统的建制派或者温和派与现在的极右翼势力之间的这样一个矛盾，确实是不可调和的。我们看到这一次斯卡利斯他虽然得到了114票，但是实际上他有99票是反对他的。这说明极右翼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他们能够鼓动起相当一部分力量，能够阻碍他的众议长之旅。斯卡利斯在被选为候选人后表示：“我们正在努力团结起来，我们需要团结起来。” First, I want to thank my House Republican colleagues for just designating me as the Speaker. Obviously, we still have work to do. We're going to have to go upstairs on the House floor and resolve this and then get the House opened again. We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Not just in the House for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but we see how dangerous of a world it is and how things can change so quickly. 共和党目前控制着众议院221个席位，仅比控制212个席位的民主党多出9个席位。外界预计，民主党将不会投票给任何共和党候选人。斯卡利斯最终需要217票才能获胜，这也就意味着他只能失去4张选票。共和党议员能否齐心支持斯卡利斯，一切都很难说。